这只大熊猫名叫琴琴，每次一到上班时间，它就自己开门，然后去上班，根本不要奶妈请，简直比我这个打工人还自律。我有时候上班都还要迟到，手一抬，门就开了，然后它就吸粉去喽。来到室外，奶妈看它上班积极，正给它投喂苹果呢。这奶妈还挺调皮哈，一大早搁这钓猫呢，这么整下去，琴琴会不会生气呢？琴琴咬了多次无果后，这里动起了手，注意琴琴的表情，愤怒值逐渐飙升。这奶妈可能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还在逗琴琴。这时琴琴使用起了36级，趁奶妈不注意，一把就抓住了苹果。哈哈，这吃的老香了。琴琴吃完后，奶妈又送来了苹果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这次琴琴直接将竹竿给抓住了。琴琴心里估计在想，让你不给我苹果，我连竹子都给你吃掉。因为琴琴自己会开门，一到下班时间，她还会自己开门下班回家，这都还不是最厉害的。最厉害的是这里，琴琴下班回家后，奶妈给她加餐都不要自己开门，只需敲门即可，因为琴琴会给奶妈开门。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万万没想到，大熊猫也会变魔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南花花被萌兰2分天下的情况下，灵岩靠着整活硬生生杀了出来，成为了2024年大熊猫的顶流。胖大海见状，是时候出招了。怎么着，这熊界的江湖也要有我胖大海的一份。这次胖大海不再是只顾着玩胖头鱼，而是走上了变魔术之路。各位姨们请看好，我手里是一个空笼子，我手一抓就能抓出来一个东西。随着胖大海抓出一个嫩笋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之前大家常说有胖大海的地方就有一个鸡笼，现如今我才知道，胖大海那是在下一盘大棋，就是寻找合适的鸡笼来表演魔术。这第一次尝试，效果还行，希望胖大海继续发扬光大，从而成为熊界薛之谦，然后一炮而红。还没等到胖大海的第2个魔术，他就敲门要奶爸加餐了。奶爸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然后胖大海又吃上了美味的嫩笋。大海要不少吃一点，留一点明天变魔术呢。结果嫩笋被他一扫而尽，变魔术的事也被他抛之脑后。吃完东西，一天劳累的他便躺在地上准备睡觉。这家伙还知道盖被子，他不会是在二哥那里偷学的吧？大海盖被子也不是1次2次了，真是个讲究熊。睡吧睡吧，晚安。万没想到，灵岩成为顶流前，曾因车座子脸差点被退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早期的鸾川园区馆长想找个大熊猫来增加客流量，正寻思找个要么帅气要么漂亮的熊猫来镇场，于是给基地打电话，让基地安排。就这样，灵岩被送了出来。灵岩刚到鸾川时，馆长满怀期待的去看，结果一张车座子脸映入眼帘，抬头一看更是尖嘴猴腮。馆长寻思着，这还怎么靠颜值出道？于是再次给基地打去电话，让基地换只大熊猫。基地寻思着，我好不容易把它送出去，怎么能让它退回来？于是说道，已经送出，概不退还。没办法，馆长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。灵岩到来后，馆长也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车座子脸也养成了大饼脸。要说这灵岩也十分争气，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傲气。别人嫌弃自己的颜值，他就从才艺出发。他看到饲养员收玩具时是推着走的，他也有模有样的学着。一时间，全网都知道了一只推着小推车卖东西的大熊猫。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嘞，花生、瓜子、八宝粥，让一让哈。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到来，到了节日这一天，他突发奇想，模仿起了舞狮，给姨姨们表演节目。从此以后，灵岩不是舞狮就是在蹦迪，知名度也是水涨船高，喜欢他的姨姨们也越来越多。场地中的玩具也是新妈粉们给他送的。同时，灵岩还很喜欢炫耀，常常看到有小朋友前来，他就拿着自己的玩具，当着小朋友的面炫耀，常常把小朋友馋哭。要说
让灵岩直接成为顶流的事件，还是上个月11日，河南的某集团董事长被大熊猫灵岩深深吸引，当场就决定捐助3000万给动物园。网友看到这纷纷说：“老板大气。”于是江湖出现了有一只大熊猫凭借才艺让榜一大哥豪刷3000万的传闻。动物园为了感谢神秘土豪，决定从3月1日至3月31日对郑州市民免费开放1个月，也因此灵岩彻底成为了顶流，他也做到了从屌丝成功逆袭成身价1000万的土豪熊猫。我很喜欢一位网友的话：上天赐予的精灵，你用心对他好，他也会全身心的回报你。一个视频带你了解大熊猫喜乐。2013年7月24日，喜乐出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，母亲是大熊猫喜妹，兄弟姐妹较多，知名的有4家：正、八喜。2015年4月6日，搬家至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。10月13日，出差至天津动物园，因为天津动物园还有一只比喜乐大10岁的雌性大熊猫格格，所以喜乐就被熊粉们称为八里台二公主。喜乐出圈名场面较多，最让粉丝喜闻乐见的便是2023年7月，喜乐大热天顶着高温不肯回去，给奶爸急的喊祖宗：“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回去吧，行吗？太热了，孩子，回去吧，行吗？”一时间让他知名度大增，网友也因此给他叫做八里台的二姑奶奶。还有一次，喜乐把椅子坐翻了，爬起来后紧张地张望四周，生怕被他人发现。而后，喜乐将自己出糗的椅子直接扔进了沟里，因此喜乐也被称之为最记仇的大熊猫。喜乐可盐可甜，时而淑女，时而化身为女汉子，爱好吃和钓鱼，还有逼疯奶爸。能，你怎么巧？你多咱下去，多咱给他吃上，他不巧。上班积极，下班却一点也不积极，时常要奶爸一起二吼才肯回去，只要一不高兴，还会当当当的敲门，提前下班。凭借搞笑和逼疯奶爸的战绩，喜乐在众多大熊猫中以性格脱颖而出。如今10岁的他早已成为顶流，希望他一直健健康康，也祝他越来越火。拿来吧你！这只大熊猫太狗了，连孩子的笋都要抢，孩子看到它的吃相都要馋哭了。抢笋的这只大熊猫叫做汪家，这天他过生日，出门第一件事便是夺笋，夺的不是其他熊的，正是自己2个崽的，怪不得山上没笋了，原来全被汪家给夺完了，这也太狗了吧！要吃笋你自己拿呗，抢完1根抢第2根，真是没完没了喽！还有你这吃相，我的妈呀，咋这么粗鲁呢？你瞅瞅，都把孩子给馋哭了。吃饱后，特么的，把剩下的全部打包带走了。玩馋的只能舔手充饥。第2天，看到妈妈过来，汪家仔赶紧把笋藏起来，但也没逃离妈妈的手掌心。另外一个仔听到妈妈吃东西的声音，心里便开始发慌，而汪家是吃着嘴里的，看着二娃手里的，任凭大娃怎么祈求，他理都不理一下。毕竟苦啥不能苦自己，特么的。还用脚拦住手里的笋，吃完后轻车熟路的又来抢二娃的，打又打不过，二娃只好摆烂。其实汪家抢宰食物并不是1次2次了，他带上一届娃儿时就是惯犯了，所以并不只有现在的汪家仔可怜，是所有的汪家仔都可怜。而且他的行为还影响到了孩子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大娃也学起了妈妈的样子，抢起了二娃的笋。幸好有奶妈在，要不然大娃就得逞了。所以每次看到二娃吃笋还那么慢时，饲养员都担心，都主动帮他剥笋。饲养员并不是怕二娃饿坏，而是怕给大娃和汪家撑死。是我第一次见野生大熊猫游泳，它们的快乐，圈养大熊猫根本体会不到。这是圈养大熊猫洗澡，虽然画面很唯美，有种红掌拨清波的视觉感，但总感觉这不是在洗澡，而是在玩水。而有的大熊猫会游泳，甚至还会仰泳，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无法施展。就好比这只叫做发发的大熊猫，有力挥动着双臂，自己在水域中却纹丝不动，即使换了个位置，还是由于深度不够，依旧在原地停滞不前。发发气得坐了起来，直接放弃了游泳，甚至有的大熊猫还不会游泳，就连洗澡都是2脚兽给洗的。比如鱼爱洗澡时，那是在3个大汉配合下才完成，有一种过年修猪的视觉感。虽然有些大熊猫洗澡时会高兴地唱歌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们远远没有野生大熊猫快乐。不信你瞅瞅这只野生大熊猫，夏天因为太热，
特意从大山来到河中洗澡，在水中游泳的样子，简直开心极了，屁股一扭一扭的，这种体验是圈养大熊猫所体验不到的。野生大熊猫可征服多种水域，就连这种湍急的河流也可以用来冲浪。湍急的河流常常伴随危险，但为了生存，野生大熊猫常常跨越河流。它们勇敢且坚强，虽然危险重重，但活的那是真快乐呀。网友公认最帅的5只大熊猫，今天他们来了，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第一只乐宝，网友是这么评价他的：帅气、性格、身材好，他是熊界大乐宝。乐宝颜值超高，尽显男熊魅力，一身具有安全感的肌肉，直接圈粉无数。加上他疼老婆，妥妥上了一波大分。有的公熊在交配时会打母熊，而乐宝会宠老婆撒娇比心卖萌。除此，他还顾家，爱宝、福宝都只上半天班，乐宝全天班。爱宝坐月子的时候，乐宝努力营业挣损损。如此完美又帅气的男熊，爱了爱了。第二只萌兰，被动乱不乱，萌兰说了算。萌兰是那种超级标致的帅哥，头大脑圆，身体线条均匀流畅，是那种邻家阿姨和女孩子看了都会夸很帅很帅的男孩子。用广东话来说，靓仔；用四川话来说，你这娃子俊俏的很呀。作为一名阳光大男孩，他是很多姨姨们的心上熊，颜值这一块必顶妈妈儿一波。第三只美兰，他是萌兰的便宜老爹，也是熊界的段正淳。先不说他有多帅，就在早年期间，因为美兰实在太美了，让大家误认为她是一只大美熊，还给她安排了相亲对象的。试问一句，究竟是怎么样的颜值，才能让人们误认为美兰是大美熊？不说别的，就凭这一点，足以让美兰的颜值在熊猫界稳稳的排进前3。即使大家给大熊猫美貌排名，我都觉得美兰可以排一排。关键这小伙子的颜值，大生的都可以吃。你看看他的后代，哪一个不是因为他的基因而帅气貌美？第4只元小，远看可凶了，近看好乖巧，一了解那性格也超级好，这是很多网友对元小的评价。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他脱毛裤时的样子，即使长相霸气凶残，其实是个战五渣。很多网友就喜欢元小这霸气模样，一眼看去一股社会大佬气息，妥妥的硬汉一枚。这浓眉大眼，谁敢说他不帅气？第5只奇仔，作为全球唯一一只圈养大熊猫，热度高，颜值更高。要说七仔的憨可以打7分，那么他的帅气就可以打9分，因为多1分怕他骄傲。看了七仔这么久，怎么发现他一直竖着耳朵听呢？我该怎么介绍他的帅呢？介绍的不好，又怕他像咬阿宝耳朵那样咬我；介绍夸张了，又怕他骄傲。七仔就留给你们来说，这便是网友目前公认最帅的5只大熊猫，排名不分先后，个个颜值高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除此之外，像庆大、金虎、阎王皓月也有很多网友喜欢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大熊猫蟒晨晨跑入员工通道，将奶爸追摔倒，过程十分惊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不知道哪个游客给场内扔了一个垃圾，结果被晨晨捡起来吃了。晨晨我吃，晨晨不要吃，马上我打个电话。好心游客眼看劝阻不成，赶紧给奶爸打了一个电话。这时星星又来凑热闹，好在奶爸第一时间抵达了现场，用食物将2小只引开，从而好收拾垃圾。请注意这里，奶爸将垃圾拾取后，准备从员工通道离开。这时晨晨快速跑了过来，然后晨晨硬着脑袋硬挤进了员工通道。星星见状，以为有啥好玩的，也跑了过来。奶爸赶紧将铁门拉紧，星星这才没进去，要不然又要上演大熊猫越狱的新闻了。之后就是众奶爸合力将跑进员工通道的晨晨给弄出来。不知是太胖还是吃得太好，奶爸硬是没有将晨晨推动。请注意这里，奶爸以为时机成熟，又准备关门，结果晨晨凭借有力的双指，又把门给掀开了，哈哈。然后奶爸和晨晨又开始了力量拼搏，一个想进去，一个奋力阻止，结果还是另一名奶爸使用了降龙18掌才将其推了出来。这下糟了，这名奶爸的腿被缠住了，另一名奶爸上前偷袭，这才化解了危机。然后这名奶爸使用凌波微步准备摆脱晨晨，可能因为他的凌波微步刚学，还没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结果狠狠摔倒在地。然后他又被晨晨给缠上了。根据老夫来看，看来胖子还是不适合练习凌波微步，怪不得电视剧中的高手都是瘦子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的最后，
证明奶爸还是成功摆脱了纠缠，而晨晨跑入员工通道的危机也得以化解。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一个垃圾惹的祸。那名扔垃圾的游客真的是素质极差。价千万的大熊猫灵岩，它的玩具到底有多贵呢？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蓝色滚筒，价格为183大元一个。关键灵岩还有不同颜色，而它坐着的这个玻璃钢旋转陀螺椅子，价格更是高达1050元。它现在摇着的这个粉红色摇滚大陀螺，哎呀，怎么被它扔了？它也要470大元只一个。灵岩躺着吃东西的这个加厚冲锋舟，质量超级好，灵岩在上面蹦跶都不会坏。同样，它的价值来到了1129。灵岩平时最喜欢炫耀的鸭子玩具，我本以为它的价格很便宜，没想到价格来到了68元。在灵岩的一波操作下，这只鸭子也成为了爆款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灵岩的玩具并不多，看它的游客也比较少，玩具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。像这个绿色装饰圈才12元，而随着青妈粉越来越多，它的这些玩具都是姨们买的。像这个网盘秋千，虽然价值588，姨们小手一挥，那是直接安排，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坦克玩具车，我查了一下，有很多种，人做人的都要1800，人做熊的估计就不止这个价格了。你看这么弄都不坏，保守估计3000元。广场同款玩具车500，玩具攀爬架不要998，但也要25，关键质量超好。大号粉马玩具800，快看，把小朋友都给馋哭了。特么的，你给他尿尿啥意思？真是暴殄天物。灵岩的玩具实在是太多，我根本一下盘不完。像这个蓝色圆球，就留给你们来盘了。知道它价格的朋友，不妨把价格打到公屏上。321揪脑壳擦嘴，哈哈！奶爸硬核的带娃方式，直接给咸咸仔拿捏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咸咸仔脸上写满了拒绝。平时奶妈带他时，咸咸仔可是个粘人的小宝贝，喝完奶就直接往奶妈怀里钻，非得抱抱才肯吃笋。奶妈擦嘴，他都是一脸幸福享受，甚至食物都不吃，就是要和奶妈贴贴。如此会撒娇的小熊，平时就这样拿捏着奶妈，而奶妈也一如既往地惯着他，挪个位置就2步的距离，都舍不得让他走路。可是到了奶爸带咸咸仔时，画风突然就变了，妈宝男咸咸仔的粘人属性似乎瞬间就消失了，只因奶爸的带娃方式太过硬核。咸咸仔上一秒才把盆奶喝完，下一秒擦脸巾就送到了脸上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擦完嘴直接就走开了，根本不给咸咸仔求抱的机会。这也让一些不理智的猫粉认为这个奶爸不爱大熊猫。实际上，这个奶爸是个超级好的大熊猫守护者，他之前从事的都是又累又危险的野培工作。08年地震时，他冒着余震救出了很多大熊猫呢。他对大熊猫的爱比任何奶爸都多，只不过他是个直男，硬核的带娃方式也随他的性格，这才让一直养尊处优的咸咸仔脸上写满了拒绝，哈哈。甚至连笋笋送到嘴边，他都觉得不香了。最硬核的，我觉得还是这一次。这天，咸咸仔想拿捏奶爸，爬到树上不回家。奶爸的应对方式也是别具一格，他直接搬来梯子，换做别的饲养员。咸咸仔走上梯子的那一刻，就将他抱了下来。而这个奶爸，您猜怎么着？他直接连熊带踢抱走了。这特么的也太硬核了！咸咸心想，他咋不按套路出牌？看完奶妈带咸咸仔，再看奶爸带咸咸仔，带娃方式一目了然。真的要解释不清楚了，这大熊猫下铁架的方式简直和人类一模一样。为啥是晚上呢？这是因为这只大熊猫下班不回家，奶爸就惯着它，然后一直陪着它，于是就拍下了它下铁架的视频。请注意重点，这姿势你是不是在哪见过？这不就是我们下架子的方式吗？这什么时候被大熊猫学了去？你有病！甚至有网友说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人类穿的熊猫衣服呢？网友这么一问，这真的有点解释不清楚了。前有萌二掰竹子，龇牙咧嘴的神情和人类并无差别。当时就有网友怀疑，大家说这是人教版，事情这才圆了过去。后有萌大用浴巾擦脸擦头，网友看到这纷纷坐不住了。我们赶紧解释说，因为萌大住在北京，看多了北京大爷的洗脸洗头行为，这学习一下也实属正常。网友好不容易半信半疑的信了。你这又出现了大熊猫如此下铁架的方式，你看这我该怎么跟网友解释呢？不可能说他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与生俱来就会了吧？我该找个啥理由和网友解释呢？
只正在越狱的小熊猫叫做肉肉。你以为它越狱是学萌兰逃走吗？并不是的，它越狱只想和好友一起睡觉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肉肉和文文本来是分房睡的，但每晚肉肉都会趁奶妈不注意，悄悄越狱去找文文。刚好这一幕被监控拍了下来。肉肉爬呀爬，由于屁屁太大，过去的难度有点大，但为了和青梅竹马睡在一起，他老拼了。因为肉肉比文文大一点，平时两熊玩耍时，肉肉就喜欢和文文贴贴。每次文文被肉肉压着也不反抗，都是奶妈将肉肉拿开。为了不让肉肉压疼文文，奶妈还调皮的让文文压肉肉呢。可每次肉肉都自己摆脱控制，然后紧紧地贴着文文，所以到了晚上睡觉时，肉肉睡觉都要挨着文文睡。最终肉肉费了9牛2虎之力，不停和铁栏周旋，这才从自己的房间爬到了文文房间。这文文不知是睡得太沉了，还是脾气太好了，肉肉这么扒拉他都不带生气的。肉肉越狱成功后，首先就贴了会文文，看到文文睡得老香了，他就慢慢爬到文文一旁，然后俯身睡下。哈哈，没想到咱们的肉姐小时候这么粘熊的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调皮的于爱爬到了窗户上，结果发现下不来了。哥哥于可见状，准备用手接住他。妈妈二顺可不惯着爱姐，一下就将于可强行带离了。二顺估计心里想着，你有本事上，就有本事自己下来。下来后的爱姐那是愤怒的不得了，直接朝着妈妈的方向跑去，然后她伙同哥哥于可一起攻击妈妈，对着妈妈左咬右咬。二顺被压在玩具车上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2个孩子欺负自己。要说这于可也是宠妹狂魔，咬起亲妈来那是一点都不含糊。结果爱姐咬着咬着，好像突然电量不足了，还没过2秒钟，爱姐关机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爱姐又突然开机爬到树上来了。因为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姐和哥哥还没有下树，二顺就来收他们。看到于爱吃硬不软，二顺只好动手。哦，不对，是动脑袋，准备将于爱用脑袋顶下去。哎呀妈呀，这摔下去还得了呀！也是说大熊猫皮糙肉厚摔不坏，要不然这一下爱姐多少脑震荡了。而二顺手于可就更暴力了，先咬住试图反抗的可可，然后一推就下去了。收完2个孩子，自己也从树上跳了下来。爱姐打又打不过，用动作抱怨一下后，还是乖乖的回家了。最后的最后，2个家伙跟在妈妈的身后，乖乖的朝着室内走去。果然亲妈对孩子那是血脉压制呀，怪不得宋爷爷每次收不好福宝都要叫爱宝帮忙。网友在森林遇到了打呼噜的野生大熊猫，并拍下了这一段视频。果然国宝都是吃货，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干饭，躺着就吃起了竹叶。这名网友胆子也够大的，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子还拍视频。要是我早就撒腿跑了。大熊猫虽然可爱，但它也是熊呀。好在它对荤菜不感兴趣。吃完自助餐后，就在原地休息了一番，看着菜园子中的2脚兽，它也没有伤害，而是好奇地打量着对方。这四川野生大熊猫骨子里好像对人类都很和谐。前段时间2名男子也在竹林遇到了野生大熊猫，还和它进行了唠嗑呢。小猫，你是大猫，大猫，好大好大的一个猫，哈哈，这男子和大熊猫的无障碍交流，感觉好逗呀。我们回到刚刚的视频，他观察一会2脚兽后，好像又犯困了起来。野生大熊猫还是比较自律的，为了防止犯困，还出去溜达了一圈。而拍摄者看到大熊猫并不会伤害自己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进行了一段跟拍，翻过山，跨过河，又来到了一个小树林。在一棵树前，他停了下来，并用熊猫自身的习性在树上留下的自己的味道。他应该到了发情期，正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异性的。
萌萌为了早点下班，疯狂敲门，把门都要敲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一天由于天气太热，萌萌早早就来到了下班的门口。刚开始就用手轻轻的敲门，但是奶爸没有听到，他就有点失落的离开了。在外溜达几步后，发现还是太热，然后又往回走。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到，他确实有点难受了。随后来到门前，又进行了敲门。这一次，他的动作开始大了起来，敲门声也更响，仿佛都要把门给敲坏了。最终门的那边也没有反应。其实奶爸是最疼他的，奶爸此时应该没在，下班没有成功，萌萌就很生气。他来到桥上，疯狂宣泄自己的情绪。他是不是对自己的体重一无所知呀？他这么操作下去，会不会把桥弄坏呢？万万没想到，他最终还是把桥给弄坏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萌萌是非常爱美的。经过刚刚操作失误后，一身脏兮兮的她便来到了泳池洗澡。哎呀，咋还玩起来了呢？救命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社会我爱姐在树上正伸懒腰呢，树枝这么小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估计又要出意外了。我爱姐一个不小心，差点从树上跌落。危机时刻，幸好爱姐的双手抓住了枝干，这看着好危险呀！我话都没说完，爱姐就掉了下去。心疼我爱姐3秒，觉得地方来了。爱姐掉下去后，把气都撒给了竹子，竹子也挺冤枉的，被你吃就算了，还被你冤枉。瞧瞧我爱姐这暴脾气，将竹子揍了一顿后还不满足，还想将其叼回房里揍了。怪不得我爱姐年纪轻轻就背上了几条鸟命，在老夫看来，想必是鸟薅了她的毛发。这里爱姐突然把竹子给扔了，这是啥情况？这有点不符合爱姐的性格呀，还做出了后退的动作。原来是妈妈二顺来了呀！老夫掐指一算，肯定是刚刚爱姐的操作被二顺尽收眼底，所以妈妈为了教育爱姐，让她懂得自己犯的错，不要冤枉别人的道理，这才有了视频中的一幕。哈哈，我爱姐天不怕地不怕，还是怕妈妈打呀。二顺妈妈只是慢慢靠近，爱姐就被吓得连连后退。看到这里，我肚子都要笑疼了。你皮任你皮，你妈妈一来还不是老老实实。你知道飞云有多聪明吗？飞云吃不到这根笋，下一秒把抱枕扔出去，将笋给砸了下去，然后抱得嫩笋而归。大家经常调侃说飞云不爱运动，挠个痒痒就是他最大的运动量了。其实宝宝脑子在运动呀。这天飞云想吃滑滑梯中间的笋，其实飞云滑下去就能吃到笋，但他又不喜欢运动，这可咋办呢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，这可难不到萌妹飞云。只见他拿起抱枕就将笋给砸了下去，这特么的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笋下去了，我本以为他会滑下去，哪知道飞云宁可从楼梯走下去，也不要从滑滑梯下去。我估计他见过金虎玩滑滑梯撞墙时的场景。为了保持优雅的模样，他才没有选择金虎那种粗鲁的方式。还有笋是立着的，如果从上面滑下来，可能会弄伤自己，所以飞云才选择从楼梯步行。这飞云的脑子够用，简直太够用了！这招吃笋方式直接惊到我了。飞云拥有萌妹的长相、优雅的吃相、聪慧的脑筋和虐金虎的战斗力，特么的，除了不爱运动，他真是全能选手呀！这只正在鬼鬼祟祟拿苹果，结果被自己吓一跳的大熊猫叫做季兰，母亲是大熊猫季丽，父亲是海龟大熊猫美兰。2019年，季兰出差至南宁动物园，网友戏称南宁动物园都是熊猫界的鬼火少年，一半修仙一半癫，这季兰也不例外。这天，季兰去吃挂起来的苹果，就在眼前的苹果，非要鬼鬼祟祟，结果搅拌猪脑，给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就搞不懂，你自己吓自己干嘛？在原地缓了2.4分钟后，这么早，他这才继续吃苹果。他这是修仙给自己修到退了。那请问，季兰仙子，你何时能够修成正果呢？还有一次，季兰上演了一波无实物舔苹果。他明明看到了奶妈扔出的苹果，结果他不去找寻苹果，而是在地上舔了起来。真是苹果随风去，闻味也香浓呀。修仙派打工人也最佛系，
上班时间倒头就睡，一旦听到奶妈喂东西，直接梦中醒来，先把窝窝头打包带走，只留给游客一个背影。吃完东西倒头又睡，恨不得这班上的也太轻松了，只要略微出手，浅浅的躺在地上，再浅浅的上班睡个觉摸个鱼，两脚兽还会照样买票夸他可爱。下班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在下班这一块，修仙派也是非常快，上一秒还在睡梦中，一听到开门声响，直接醒来，朝着门口走去。拜拜了您们，明天见。修仙派上班也叫一个佛系，都已经走了出来，然后假装今天是礼拜天，又倒退了回去。真是只要心中是放假，到哪都可以不要上班，然后又回去了。都说修仙派仙里仙气文文静静，到了季兰这里好像就变味，就因食物不符合胃口，当即就大发雷霆。看来这修仙派也是令饲养员头痛的存在。